在文学名著《三国演义》这部作品中，有一段刘备去拜访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战略家诸葛亮的描写。故事不仅写得引人入胜，人物也栩栩如生，而且还以这个故事为原型，形成了一则后来大家耳熟能详的成语“三顾茅庐”。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三川讲成语，学习中国成语，掌握汉语精华，了解中国历史，领略中国文化。本期节目，我给大家介绍的成语是“三顾茅庐”。我先给大家解释一下这句成语的意思。三顾茅庐是指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，虚心向别人请教，诚心诚意地邀请有专长的人才来帮助自己。三顾茅庐这句成语对了解中国历史和文学作品的人是十分熟悉的。这句成语也有着真实的典故，故事也很有意思，久久相传，几乎成为人们做事情的一种行为榜样。这句成语不仅涉及到中国历史三国时代几位著名的人物，如大军事家、政治家、战略家诸葛亮、蜀汉开国皇帝刘备以及关羽、张飞等，也和中国四大名著之一的《三国演义》有着密切的关系。这部小说是中国明朝时期一个叫罗贯中的作家创作的。在这部作品中，作者对三顾茅庐的情节有着非常细致动人的描写。下面我就给大家讲讲成语三顾茅庐的故事。故事说的是在东汉末年，也就是三国时代的初期，天下纷争，当时刘备也要起兵平定天下。在各地军阀的混战中，刘备被曹操打败，一直想东山再起，完成自己统一天下的事业。要实现自己的理想，完成自己所追求的事业，就要有人才的帮助。刘备虽然不缺武将，但是缺少谋士，也就是出主意的谋略家。这时刘备身边有一个叫徐庶的人告诉刘备说，在隆中，也就是现在湖北襄阳这个地方，有一个奇才却又孤傲的人叫诸葛亮，他通晓天文地理、军事方略，如果能得到他的帮助，就可以平定天下了。听了徐庶的建议后，刘备就和他的两个结拜兄弟关羽、张飞带着礼物到隆中去拜访诸葛亮。到了以后才知道，诸葛亮刚好出去巡游了，家里人也说不准什么时候回来，刘备三人只好回去了。过了一段时间，刘备准备再去拜访诸葛亮。关羽说，诸葛亮也许是徒有虚名，未必像传说中的那样有真才实学，不用去了。张飞认为，既然刘备这么想得到诸葛亮，由他一个人去，把诸葛亮抓来。刘备把二人责备了一番，说，我们要招募人才，怎么能这样没有诚心？于是三个人又冒着大雪来到诸葛亮的家。刘备看见一个青年正在读书，急忙过去行礼，可那个青年却是诸葛亮的弟弟。他告诉刘备，哥哥被朋友请去了。刘备非常失望，只好留下了一封信，表达自己对诸葛亮的敬佩，渴望得到诸葛亮的帮助，从而平定天下的意愿。又过了一段时间，刘备他们再一次来拜访诸葛亮，这次诸葛亮正好在家睡觉，刘备没有贸然的打扰，便让关羽、张飞在门外等候，自己在台阶下静静地站着。过了很长时间，等诸葛亮醒来，刘备这才上去向他请教平定天下的办法。诸葛亮看刘备这么谦虚，有远大的理想和抱负，
又这么诚恳邀请自己出山帮助他，也很感动，就给刘备他们分析了天下的形势。两人深入地探讨了当今天下的局势和未来的发展方向。刘备一听，诸葛亮果然是名不虚传，是天下难得的人才，非常佩服，便求他相助。诸葛亮也为刘备的诚意而打动，就答应出山做刘备的军师，全力帮助刘备建立功业。那年诸葛亮才27岁。最终刘备在诸葛亮的帮助下实现了自己的抱负，建立了蜀汉皇朝，中国历史也正式进入了三国时代。后来《三国演义》里把3次拜访诸葛亮的故事写成了大家十分熟悉的三顾茅庐。虽然有一点虚构创作的成分，但历史上是确有其事。诸葛亮在自己所写的著名文章《出师表》中对这件事也有记载。诸葛亮曾写道：开国皇帝刘备为了完成自己的政治抱负，不以我地位低下而瞧不起我，反而诚心诚意的3次到我住的茅舍来拜访我，虚心请教，一起讨论问题，我非常感动，于是便同意伴随刘备出征，为刘备出谋划策，实现他的理想。刘备礼贤下士，求贤若渴，3次拜访诸葛亮，帮助他，邀请他帮助自己的事迹，对后人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，几乎成了尊重人才、爱惜人才、重视人才、招揽人才的典范案例。三顾茅庐也就成了不耻下问、虚心请教的代名词。谢谢收看，咱们下期再见。